这个单元要来谈的是人际关系的影响。首先我们要来谈一下关系暴力。我们之前一直都在讨论比较健康的正向的人际关系，但是人际关系并非都是正向或者是健康的。我们如果发现一个关系当中，一方对另外一方出现比较暴躁、侵略性的攻击，会逐渐在这个关系当中造成负面的影响，甚至产生了暴力关系。在1980年代初期以来，这种暴力关系越来越受到关注跟重视。当时美国的刑事司法系统判定，在某些情况之下，暴力关系可以用来解释一个人的行为。譬如一位妇女认为自己无法摆脱暴力的阴影，甚至可能杀害了她的施暴者，其实也就是一个暴力关系当中的最典型的受害者。然而这个受害者报复的时候，会产生受暴妇女的症候群。暴力关系可以用来解释这个妇女的个人的行为。在关系当中发生暴力行为是有它的形态的演进的。Oakley 对于伴侣中施暴的一方进行大量的研究，指出施暴的一方对伴侣的攻击逐渐的演变。它的演变的顺序是，先是言语攻击行为，再来是身体攻击行为，严重的身体攻击行为，最后是谋杀。先以言语攻击伴侣，再以暴力攻击伴侣的身体，到最后伴侣无法负荷，而这样子的一种施暴行为的演进，它和攻击行为的潜在的原因是不太相同的。我们也发现这样子的演进过程，施暴行为跟严重的程度也并没有一定的关系。也就是说，有可能有非常严重的言语暴力，但并不是严重性造成演变到身体的暴力。攻击伴侣的形态可能本来就有许多的个别的差异，施暴者的愤怒跟敌意，个别的形态也有一定的关联，但这些关联复杂的程度仍然有在之后的研究再做进一步的讨论。虽然大部分的受害者是女性，但是男性以及LGBTQ 的族群呢，也常常受到伴侣的暴力的行为。我们也发现暴力关系在不同的文化当中有不同的出现的可能。譬如说，在以父权为中心的社会当中，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就有比较常见的情形。当然，暴力行为也跟文化、传统、信仰和价值观念都有很密切的关联。我们也发现在一些国家，譬如阿拉伯国家，女性经常被要求要是纯洁处女，而且强调男性的地位和家庭的荣誉。这样子的文化当中，女性受虐的几率也比较高。在阿拉伯国家当中，女性被杀的常见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家庭当中的兄弟姐妹或者是其他男性的亲戚认为这位女性冒犯了家庭的荣誉，因而为了维护家庭的荣誉而杀害这一名的女性。我们在东方式的其他社会当中，亲密伴侣之间的关系暴力也是很常见的。这些都可能和父权的价值观、男性的失业以及关系当中的冲突有很强烈的相关性。以上为大家介绍的是关系当中的暴力。